乌军空袭克里米亚多地，黑海俄军基地遭精准打击，俄100多坦克装甲车被毁，在火车上布置蛛网行动。乌军成功俘虏黑海舰队舰长。梅利托波尔的俄军工厂起火，莫斯科燃料厂爆发2万平米大火，黎克宫只剩30公里。乌军大规模空袭下，诺夫哥罗德卢克炼油厂遭袭起火。乌克兰确认 F-16击落俄军苏35战机，击毁3套导弹系统。莫斯科最大工业区突遭袭击起火，俄地图平台获泄关键基地位置。乌军远程打击升级，恩格斯基地遇袭起火，俄指金牛座导弹所致。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克里米亚在近几天再次成为战争的焦点，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空袭，目标直指黑海和克里米亚的战略设施。这一波行动发生在6月5日至6日夜间，乌军再次向俄占克里米亚的多个重要地区发起了大规模攻击。爆炸声在克里米亚的5大地区响彻云霄，形成了猛烈的战斗局面。诺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21点35分左右，乌克兰军队首先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袭击，当地的防空系统随即启动。然而，乌方的攻击还是极为猛烈，俄罗斯方面更是推测乌克兰可能发射了海王星巡航导弹。紧接着，塞瓦斯托波尔对海上和陆地交通实施了临时管制，而空中的交火也在持续进行，呈现出一片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其他多个城市，包括萨基、阿尔米扬斯克、新费多里夫卡和克拉斯诺佩列科普斯克，都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局势一度愈发混乱。这次袭击不仅限于导弹的攻击，乌克兰还启用了 Lyuti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射程超过1000公里，时速达到300公里，可以携带75公斤的炸药，威力极大。此外，黑海水域也没有幸免，乌克兰的无人艇对俄军的天然气基地发起了攻击。这一切都表明，乌克兰的打击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尽管俄罗斯尚未对这些袭击做出公开回应，但可以预见，克里米亚的局势将愈发紧张。实际上，乌克兰的蛛网行动已经在克里米亚至赫尔松的运输通道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卡车排起了长龙，俄罗斯方面不得不对每一辆卡车进行严格检查。这不仅给俄方带来了巨大的后勤压力，也让他们的补给线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次袭击的规模和强度无疑表明，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的打击正日益加剧，特别是此前对克里米亚大桥的破坏，已经显示出乌军准备加大对该地区的战略压力。而俄方的反应迟缓，也让人猜测，接下来克里米亚可能会面临更加猛烈的进攻。乌克兰再次出其不意地对俄罗斯发动猛烈打击，在最新一轮战斗中，乌军在南部战场上发起了代号为蛛网行动 2.0 的突袭任务，成功重创俄军铁路运输系统。根据图片报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信息，乌克兰南方部队本周实施了这次高强度打击行动。行动的关键场景发生在俄军南部战线的一段铁路干线上。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乌克兰安全局竟然提前在一列飞驰的俄军火车上秘密布置了一个载满无人机的集装箱。当列车正高速行驶时，这些无人机突然齐齐从集装箱中飞出，如同从蛛网中窜出的猎猪，一举将火车机头炸毁，随即展开大范围打击，将整段铁路交通网瘫痪，对周围的俄军设施发动猛烈轰炸。截至6月7日上午，据不完全统计，乌军在此次行动中共击毁了13辆坦克、103辆装甲车、7门火炮、1辆机车和10辆油罐车。这种在敌方后方实施的嵌入式空袭，不仅在战术上出人意料，更在心理上给俄军带来了沉重打击。这种方式与此前乌克兰安全局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的战术如出一辙，无怪乎此次行动会以蛛网行动 2.0 命名，彰显其延续性与升级性。短短数日内，俄罗斯已经连续遭遇2次蛛网式的突袭，
即便加大了对物流车辆、卡车司机的盘查力度，但成效显然有限。乌克兰的打击手段显得更加隐蔽和高效。这也表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争和后方袭扰战术上的运用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未来势必还将继续对俄军的关键节点设施发起更多致命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14旅也在南方战线捷报频传，他们使用弹簧刀600无人机成功击毁了一套俄军的 Buk-M3 防空系统。这并非孤立，南方部队此前还曾创造过在24小时内连续击毁4套俄军防空武器的记录。而空中战斗也未有停歇，乌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近日出动，对南部一处俄军阵地实施空袭，使用制导炸弹成功摧毁了一个俄军无人机控制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新援助的 Iris-T 防空系统也已运抵乌克兰，并在西部战区完成部署。尽管当前防空系统依旧是乌军最为紧缺的装备之一，但德国的及时援助无疑缓解了部分压力，为乌克兰的后方提供了宝贵的战略保障。黑海舰队撤离黑海并没有让乌克兰停止对其打击，相反，乌军的攻势似乎愈发凌厉。近日传出突发消息，乌军在前线成功俘虏了一名黑海舰队的高级指挥官。据诺尔报告披露，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日前后，地点位于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部队在乔特基诺镇的军事行动中，俘获了黑海舰队扫雷艇的前指挥官 Momayev Oleksiy Ivanovich。这一地区正是乌军第3次突入库尔斯克方向的重点区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做出正式回应，消息仍待进一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自黑海舰队撤出后，其部分兵力确实已被部署至库尔斯克方向。黑海舰队自遭乌克兰重创后，早已从黑海撤回至俄罗斯本土的海域。原先那些在战斗中失去军舰的水手，则被整编为海军陆战旅。自2024年以来，乌军数次精准打击这些陆战旅的指挥中心，迫使他们不断向库尔斯克更深处撤退。显然，乌方已掌握了相当的情报与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俄战区的扎波罗热方向也不平静。梅利托波尔地区突发大规模火灾，当地的 Gizomsh 军工厂在火光中被彻底吞没。这座工厂原本专注于军事领域的高精度钢铸件和高压铝铸造，曾是乌克兰的重要工业资产，后来被俄军占据。如今突发的大火很难说是意外，更可能是乌克兰方面的一次精准打击。在俄罗斯本土，战火的阴影也越来越近。图拉州的新莫斯科斯克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当地赫赫有名的 Azot 化工厂。目击者称，在袭击过程中至少听到了5到8次爆炸，现场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直冲天际。Azot 工厂直接涉足与俄军炮弹生产相关的化学原料，这并非他第一次遭遇袭击，早在5月24日就曾被乌军重创。战火拼未止步于此，在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一座储存无人机零部件的仓库被击中，而遥远的斯莫棱斯克也莫能幸免，同样遭到打击。这轮攻势虽然已造成多点燃烧，但显然不是终点。乌军下一步的行动或许已经悄然在路上。莫斯科的天空再度被黑烟笼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在城市东北方向的普希金诺燃起，点燃了外界对战火是否已经逼近俄罗斯首都的高度警觉。6月7日，一家位于普希金诺的大型燃料厂突发火灾，而起火的位置据传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0公里，这一敏感的距离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震动。根据 Astro 的报道，大火最初从该燃料厂的核心区域燃起，随后迅速蔓延至润滑油仓库及周边多栋厂区建筑。顷刻之间，火势席卷超过21000平方米，浓浓的黑烟腾空而起，直冲云霄，仿佛重现了俄罗斯弹药库爆炸时的惊悚场面。一时间，整个普希金诺上空宛如战区，一辆辆行经的汽车被迫减速，市民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这惊人的一幕。社交网络上的火灾视频迅速传播，令全世界为之一振。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多家俄罗斯的军事频道声称，失火地点的确位于克里姆林宫不到30公里的范围内，
虽然官方尚未确认这一信息，但考虑到此前乌克兰已经多次成功突袭莫斯科附近目标，这一距离不再显得遥远和安全。不久前，乌军的无人机曾击中距离克宫仅2公里的行政大楼，挑衅意味极为强烈，也令此次火灾的背景被赋予了更多军事层面的联想。至于这一次燃料厂的具体起火原因，现在还不明确。但就在这起大火发生的数小时前，乌克兰方面的4架无人机刚刚飞临莫斯科上空，而就在前一天，乌军才刚对莫斯科南部的波多利斯克地区发起袭击，引发当地最大的工业区大火。从时间线看，普希金诺的燃烧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乌军逐步将打击目标推向俄罗斯腹地的又一次有力信号。可以说，乌军对莫斯科的空袭愈发频密，几乎每天都有针对工业、能源或战略储备目标的精准打击。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削弱俄罗斯的战时资源动员能力，更在于打破对方的心理防线。火光和爆炸生成了新的语言，用以表达乌克兰对核心战略目标绝不退让的姿态。不过，战场局势并非单向推进。在乌克兰东部，俄军对苏梅地区的攻势愈发猛烈，乌军正面临多方压力。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多个方向上成功阻击对手。就在不久前，乌军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一套 Satel 电子战系统，这一系统曾多次干扰乌军的通信与导航设备，如今被精确打击，意味着乌军对高价值目标的识别与执行能力正在显著提升。时隔1个多月，乌克兰再次向俄罗斯的核心能源命脉发动猛烈打击，这一次火光直冲下诺夫哥罗德的夜空。据多家消息源证实，当地时间6月8日深夜，乌军大规模出动数十架无人机，对俄境内的克斯托沃工业区发起空袭，目标直指卢克石油公司所属的炼油设施。这是俄罗斯国内最重要的炼油厂之一，如今却在火海中燃烧。现场传出的视频中，爆炸后的工厂区域火球翻滚，黑烟如同蘑菇云般升腾，遮蔽整个工业区上空。从城市外围都能清晰看到夜空被火光染红，爆炸的冲击波让附近居民心惊胆战。一些俄罗斯媒体试图淡化事态，称起火的是沥青厂，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工人们早已戳穿这一说法，出事的正是炼油厂核心装置。事发后，夏诺夫哥罗德当局紧急调派26辆消防车，超70名人员前往扑救，但火势依旧不受控制。如此猛烈的燃烧场景在过去几次袭击中都罕见，这也意味着这很可能是乌军在近期发动的最大一次能源打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天前，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也刚刚遭到重创。如今火势未灭，又一轮精准空袭突袭炼油厂，显然乌克兰已经在对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命脉实施2合1打击战略。卫星图像显示，恩格斯机场内至少2个油罐被炸毁，另有多个区域仍在冒烟。作为俄军主要战略机场之一，这里距离乌克兰不过600公里，是支撑俄军后勤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关键节点。乌克兰的持续攻击无疑是对俄军后方支援系统的精准掐脉。最新消息，乌克兰正式确认，6月7日，他们用1架 F-16战斗机成功击落了俄军的苏35战斗机。据 RBC 新闻报道，这场发生在库尔斯克方向的空战，在乌军精确部署与多方协调下展开。当天，1架 F-16在预警机的支援下进入战区，与俄军的苏35展开了面对面的高空搏杀。最终 F-16完成了一击致命的精准打击，将对手彻底击落。关键的是，乌军这次不仅凭借先进战机完成任务，还借助了北约的体系力量，瑞典提供的萨博预警机以及北约军用网络系统，使乌克兰战斗机首次接入北约级别的数据链路，在信息与协同上获得了质的飞跃。有俄罗斯空军亲信之称的军事博主 Fighter Bomber 也证实，俄军确实在库尔斯克方向损失了1架苏35，并强调飞行员弹射逃生成功，但他并未否认飞机已被击毁的事实。而俄罗斯国防部则低调回应，仅确认了战机损失，却对是否被 F-16击落三缄其口。
然而，从战机残骸冒烟的视频来看，机体几乎被炸得面目全非，战机失事已无疑问。有一些声音则提出，可能是乌军的地面防空系统击落了该机，不过多方消息仍更倾向于这是一场真正的空中对决。这也是外界最为关注的一点，乌军是否首次在直接空战中用西方战机击落俄制高端战斗机。如果这一点最终被完全证实，那么它不仅仅是一项战术胜利，更是乌克兰空军走入新纪元的标志性一击。随着越来越多 F-16战斗机和其他西方先进装备陆续抵达乌克兰，乌军空中力量的打击能力正大幅跃升。可以预见，未来战场上类似的空战场面还将不断上演，而乌克兰也可能真正拥有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也亲自披露了乌军对布良斯克的又一重大成果。他表示，乌军在6月5日的袭击中共摧毁了3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乌军只击毁了1套，但现在乌方确认3套全部被打掉，包括导弹发射车等关键设备。伊斯坎德尔是俄军用来对乌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重要武器系统，如今3套同时被摧毁，无疑是对俄军战略打击能力的重创。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空袭又一次升级，火光与爆炸声再度照亮了俄罗斯首都的夜空。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这一次目标是莫斯科州南部仅40公里外的波多利斯克，一座本就因重工业闻名，同时又是莫斯科州内第2大城市的重要战略节点。乌军多架无人机于6月6日前后发起攻击，直接冲向这座拥有俄罗斯最大工业区之一的城市。随后，大火从工厂区域爆发而出，黑烟滚滚升起，连莫斯科市中心都能看到远方的火光在夜色中闪烁。目击者称，爆炸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震耳欲聋。庞福战争突然跨越千里，烧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门前。俄方随后发出通报，声称当天在莫斯科多个方向击落了近40架无人机，强调防空系统发挥作用，未造成重大破坏。但奇怪的是，对于波多利斯克这场火灾，他们却刻意保持沉默，没有发布任何进一步说明。而另一边，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机场再次陷入瘫痪，航班被迫暂停，大批乘客滞留。这种因为乌克兰空袭导致的机场中断，几乎已经成为最近几个月的常态。普通民众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战争的触角已经深入俄罗斯腹地。据外媒披露，俄罗斯本土地图巨头 Yandex 在处理军事地点时试图模糊化坐标，但这种刻意的遮盖反而起了反作用，它让这些位置变得更显眼，更容易被锁定。有分析称，正是这种数字伪装给了乌军明确的情报指引。Yandex 作为俄罗斯技术象征之一，如今竟被卷入战火背后的信息战漩涡中，或许是俄罗斯没有预料到的情报漏洞。俄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但从最近一系列袭击可以看出，乌克兰掌握的情报确实越来越精确。几天前，乌军成功袭击莫斯科沃斯克列先斯克空军基地，几乎以蛛网般的模式精准突防，摧毁多项军事设施。而那次袭击也被认为有着同样的地图与电子情报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空袭行动正在持续升级，仅在过去2天内，乌军就对俄境内至少3个空军基地和一个大型战略油库发动了猛烈打击，引发了俄方的强烈反应，甚至表示乌军动用了德国制造的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据俄媒 Astra 的最新爆料，6月5日当天，乌克兰对布良斯克与萨拉托夫地区发起大规模袭击。战术上，乌军使用了密集无人机群施加压力，俄军则声称拦截了174架之多。但真正引爆舆论的是俄罗斯方面的一项指控，乌克兰此次疑似首次实战发射了金牛座导弹，对恩格斯空军基地实施精准打击。这项指控让局势变得格外敏感。俄方发出警告，如果确认乌军已经启用德国提供的远程打击武器，那将导致战争升级。而从俄军公布的后果来看，布良斯克机场的1架密8被击毁，另1架密35受损，而恩格斯空军基地则陷入剧烈火灾之中，大火整整烧了1天1夜。
遮天蔽日的黑烟覆盖了整个城区。从卫星图像上看，恩格斯基地的2座大型油罐被摧毁，初步估计造成超40万立方米油料的毁损。这是一次高价值、高破坏力的打击。而这一基地正是俄军战略轰炸机的重要部署点，尤其承担对乌发动远程导弹空袭的任务，其地位至关重要。乌克兰方面没有正面回应金牛座导弹的使用问题。乌军总参谋部只是简要确认了对梁赞、布良斯克和萨拉托夫的联合打击行动。而这3地正是俄军为了躲避蛛网行动而重新部署战机的核心枢纽。乌军的打击目标精准而明确，显然具备情报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 ABC 采访时还透露，那些在蛛网行动中协助运输炸药的俄国卡车司机根本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什么。他更强调，乌克兰使用的都是本国武器，暗示并未启用西方援助的远程导弹系统。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